Previously on our gap year. 离职快乐，离职快乐，离职快乐！你再刷出来。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冰冰，我是少普。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是少普同学的 last day， 也是我离职后的1个月。对，没错。然后呢，之后我们即将开启共同裸辞探索的1年，所以今天决定录这一期视频来记录一下。然后未来呢，也会有这一系列的视频来记录我们这1年裸辞的一些各种各样的经历。那先来采访一下今天此刻的心情。此刻的心情就是，我觉得要以一个阶段来讲，就当我把我所有手头的工作交接完之后，大概在4月下旬，我整个人的状态就开始逐渐的回升了。过去呢，我从公司领了很多健身券，那每周2张健身券，但是我基本上都不会去，然后攒了一沓。然后最近的话，我1周会去5到6次健身房，然后每次会练2到3个小时，感觉整个人的心理效能已经重新回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我可以做到，去先做力量训练，然后再跑步跑40分钟，然后再去游个泳。我还觉得我还有很多精力可以去折腾。除了运动之外呢，我目前明显感觉到一个变化，是我笑得更多了。今天在离职的时候跟同事合影，同事说我的嘴角笑得根本压都压不住，也是我最近的一个心态的一个变化。就是离职完整个人都轻松了很多，然后终于在往自己更想做的事情上靠近了，这种感觉是很让人兴奋的。我现在就特别兴奋。那我现在呢也是辞职了1个月的，这1个月其实我感觉我也是做了挺多事情的，但比我想象中会更加充实一点。因为我想象中是辞职之后可能会就是更轻松一点，因为时间都是自己的嘛。但是我觉得我是怎么说呢，可能是之前有一些很多事情要把它结束掉嘛，比如说我3月初的时候报了开始学驾照。对，然后到现在差不多已经科目3考完，基本上已经快要拿证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就是3月底的时候正式离职嘛，离职之后我就一直在学这个驾照，基本上是1天隔1天这个频率还是蛮高的。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也是有一个运动的项目，就是我有一个瑜伽的健身卡，然后这个卡呢也是到6月份就要到期，所以因为之后我们还有旅行的计划嘛，所以我是这段时间也在拼命的去上瑜伽课，就是说学车做瑜伽，学车做瑜伽，然后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事情堆在一起吧，所以这个月还是挺充实。但是我感觉我整个人的能量是很高的，并不是觉得就是有多忙把自己压垮，反而是忙得很开心很愉快，就很兴奋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个开始我们就要正式出发，开始我们的探索之路了嘛。对，我们是分为有2条主线，刚刚说你来介绍一下。插叙一下，就是这里要插入一个介绍，就我们对自己接下来1年的探索有2个主线，一个是体验，一个是探索。那体验的话，就像我们会去日本，然后也会去巴厘岛，各待1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这个过程中呢，也希望能够深入到异国的风土人情当中，然后去获得一些我们想要的能量。这是体验的部分。那探索的部分呢，是当我们从自己在做的工作我是做了6年的产品经理，他是做了5年的化工类的产品宣传。对，是叫宣发工作。那我们接下来可能更想去探索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我们的人生的主线，人生的事业。所以2条线就是分别是体验和探索。那探索的部分呢，我们会找1到2个，聚焦1到2个事情去坚持去做一下，看看能不能获得一些正向的反馈然后能不能真正发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因为有时候自己想的和体验后发现的又不一样。是不一样的，对。然后我们来说一下我们1年之后的目标吧，想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先来。
我最希望目标就是1年之后我可以能有更清晰的方向，这算是一个目标吗？当然，这应该算是一个目标吧。对，因为现在其实想做的事情有很多，但是对于真的想要做什么的那一件事情其实是不明确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要去在探索，在真的实践当中去一点点摸索出来的。我想1年之后。我希望是我要写出一个我的自我介绍，就是不是现在有很多人会写那种什么个人使用说明书，类似那种人生系统这样介绍的文章，我想能写出来那样一篇文章，就是更明晰我自己是谁，我想要做什么，我喜欢的是什么，我不喜欢的是什么，或者说我不是什么。我想要能写出这样的一篇文章，对，我想对自己有更加清晰的了解。然后还有第2个目标的话，也是身体方面的吧。我希望自己能够更加的健康，对，身体各项机能都更加的好，就是要坚持运动。对，这就是我的2个目标吧，更了解自己，然后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好。作为一个情侣共同的计划，其实我们的整体目标是很接近的。那我的目标1也是希望能够更加的健康。我会有一些小的一些分解目标，比如说我希望能够做10个引体向上，一口气可以做10个引体向上，目前还处于就是只能雇佣的阶段。那我是不是应该也明晰一下我这个目标要具象化的一个结果是什么？也可以啊。那我的健身目标的话，我想要就是可以有清晰的马甲线，然后我的屁股可以很翘。那我对形体上没有太多要求，就体重可能维持在一个健康的体重就可以。我更多希望我的核心能力能变强，比如说我的引体向上，我的俯卧撑，然后我的长跑能力，就整个跑1000米的能力。就之前不是有个那个数字嘛，我忘了叫什么了，就是它通过这个来探究你一个人的健康指数。我希望比如说1000米跑进，重新回到我的巅峰时刻，跑到比如说3分40、3分半这样子。你可以创造一个新的巅峰时刻。对，这是我整体的一个目标。其实本质上是希望通过这样的锻炼呢，让自己有一个更强健，能够更支持自己去探索的一个身体。那我目标2呢？因为我自己对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其实已经做过很多探索了。我在之前也有过几次，自己去探索的经历。比如说我之前曾经尝试过做音乐自媒体，然后呢，也曾经开过自己的 AI 创业公司。做过 AI 作曲、AI 的音频、AIGC 相关的事业。综上吧，就是我做了这么多探索，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已经相对比较清晰了，就对于我接下来想要做的事情。我很想去做一个 influencer， 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说做一个自媒体的网红，或者做一个有很多粉丝的人，我不是这么想的。我想的是，因为我也在学佛，也在每天去做冥想、去诵经，那我本身也有一定的想法，是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学习，就对于身体健康，对于心灵成长，包括对于个人人生道路探索上面的事情，去做一个对外的一个传播，能够让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和我一起去探讨。那也对这个账号可能不会有特别多的财务上的想法和目标，更多的是一个分享、记录、连接。对，所以这是我已经比较清晰一条线。然后通过这条线，可能我后续还会尝试做一些其他的感兴趣的事情，比如说我今年很想去学一学写代码。那2条线可能就是一方面我要去继续去做视频内容的产出，另一方面我要学写代码，因为我自己是做了6年的产品经理，和开发同学其实一直都很近，但是我做了半天发现我自己其实对那个 designer 的这种就是这种状态并不是特别感冒。我更想做的事情是做一个 builder， 我更想去亲手去从代码上去创作。包括我原先在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当时做音乐制作，但我觉得相比音乐制作，我更喜欢去做那个台前去演出唱歌的人，所以这个可能是一种一脉相承的一种东西。今年会尝试去做一点点代码的工作，可能不会学得很深入，但是希望能够做一点自己的小产品出来，能够真正的帮到一部分用户，这是我的1年内的一个目标。然后这1年呢，我这个系列视频也会保持着更新，就是一直来记录一下。我就是很想记录，然后很想分享我的生活给大家。我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因为我们有看一些喜欢的博主，我们2个人经常就坐在这个位置，然后看到投屏里面，我们一边吃零食一边看
投屏里的一些博主在记录自己的生活，可能从10几岁记录到自己30多岁。那我们也在想，如果我们能把一个生活记录这么长的时间周期，那对于几十年后的我们来说，这是一笔多大的一笔宝藏？是的，财富。那我们再说一下，为了达成目标，我们要做些什么？为了达成上面的目标呢，我们其实做了一些简单的拆分，就是核心是需要3个部分的努力，一方面是身体方面、身心方面、健康方面，它都是一个方面。对，然后第2个方面是关于目标的聚焦上，第3个是我们在执行上，这是整个我们3个目标。那具体看下来的话，是首先在身心健康这个方向，我们就不用展开来讲了。比如说，丁丁在做自己的瑜伽，然后我在尝试去通过跑步去做无氧，然后包括我们俩每天会有一个 daily routine， 对，打8步金刚功已经打了800多天了。是，然后这个 routine 我们也会保持在我们的旅行当中，到时候会在我们的视频里有所呈现。对的。然后冥想的话，是我自己是有诵经的习惯，然后也已经有800多天的时间，一直在每天坚持20分钟到40分钟的冥想。那这个是作为我们心理健康方面的一个，那这是我们的目标1。这个目标主要是通过来让自己的身体变得足够的健康，心理效能足够的强，来让自己能够有更多的精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被身体所掣肘。那第2个是关于目标聚焦上的。那我是个双子座，也是个 ENFP， 我给自己贴很多标签。那事实上我在过去的阶段呢，也是一个面临着很多选择，是一个很不专注的人吧。就我想做的事情太多了，我尝试做过花心大萝卜。我尝试做过翻唱博主，去唱歌。大家可以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可以看到我之前唱的歌。贴在这里。对，然后还尝试做过电子音乐制作人，做 DJ，然后后面又做 AI 的创业，那还做互联网的产品经理，就做过太多这样的事情，甚至还写过网络小说。所以就是想做的事情太多，但是你目标不够专注，就会导致你的能量会被耗散在很多方向上。那当然我觉得之前的这些耗散也是有价值的，起码我确定了一些方向是我并不那么感兴趣要做的事情。那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我的目标已经足够清晰了，那我就要进一步去保持专注，而不被那些新的可能的一些机会去吸引我去尝试去分心。这是我们的第2个。那你有什么实际的办法帮助你聚焦吗？我的办法就是我自己在2个月前其实写过一个，因为我每天会记 daily 的 log 嘛，每天会记一个小日志。然后这个日记里面我写了一个很长的日记，我把我能做的事情罗列了一遍，然后我每一个把它的优缺点都列了出来。那最终我去打分，然后去确定选择了一个我要确定要做的事情。但只有这个东西我做着做着发现它不是我要做的事情，我才会考虑去做 top 2优先级的事情。对，我的方法是我有一个那个愿景板 vision board，就国外很多博主都流行做那个。我今年年头的时候给自己做了一个，就是2024年我想要去完成那些事情，就是拿那些图片给它拼起来，然后做成了我的电脑桌面壁纸，然后我的手机屏保都是换成了那个，然后我就是每天打开就能看到，就提醒我自己我要去的地方是哪里，就让自己不要偏航。这个很重要。是。我还没画自己的。你可以有这个。我也要画一下。画一下。这种持续的提醒还是蛮重要的，会加速去显化你要的结果。我们说的玄学一点就是显化，说的科学一点就是你的，当你的注意力足够聚焦的时候，你就会把那些冗余的信息过滤掉，只把那些重要的信息聚焦留下来。对，我前2天看那本书是那个 10x is easier than 2x， 是 easier 还是 faster？忘了，就是那个10倍那个，10倍比，他就是说的，就是你要足够聚焦，就是聚焦在那重要的20%上，然后剩下的80%都是那些你需要舍弃掉的、旧的一些不需要的东西，因为你要达到你那个10倍的你，那你必然是一个全新的你，那你就是不可能去重复做一些你现在还在做的事情。是的。是，对，所以而且注意力又是我们非常宝贵有限的资源。对。刚才我说的那个去打分的方法也是巴菲特的一个方法，就是你
找出来你能做的30件事还是15件事，嗯，那最终呢，你得把大部分都排除掉，只留那个最想做的事情。对，对，这是很重要的。是。那这是2个，那第3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除了健康和聚焦之外，我们要做到极致的执行力。也就是说，真正在一件事情上，因为我在创业的时候有认识过很多和我同龄、比我大、比我小的一些朋友，很多人在自己做的事情上都拿到了很好的结果。那也有很多人是有想做的方向，但是最终没有拿到一个好的结果。我们抛开那些时运的影响，当然运气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嘛。在整个过程中，真正的最重要的变量其实就是执行力，就是你能不能在做一件事情的过程中快速获得反馈，不管这个反馈是正的也好，是负的也好，它起码能告诉你你当下的行动应该怎么样去调整，那下一步你就会知道怎么样做能做得更好。那这块是我一直以来比较欠缺的一个部分。那冰冰的执行力很强，我是一个对自己但我明确的傻冲猛冲，我就是没有什么计划，我们就打配合。很多就是这种叫笨鸟先飞，什么笨鸟先飞？就是我自己呢是当我对这个东西有一点点抵触，其实我对自己的身体的想法很诚实，我就是会拖延。比如说这个产品需求，我认为它是没有什么价值，那我就会拖很长时间。就是我无法说服自己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对于自己想的足够明确，真的想做的事情，比如说我曾经对考大学这件事情想得很清楚，那我就会拼了命的去做。比如说我会4点半起床，然后去刷卷子，去往前冲。然后有段时间我特别喜欢打 B-box， 也是就这种节奏的东西特别感兴趣。那段时间我那1年时间吧，我的口疮没有好过，因为我长期处于一个就是过量废口水的一个状态，所以每天就是除了上课的时间，所有的下课时间和路上回家的通勤时间，我都会用来去做练习。但是对于不喜欢的事情，我执行力又变得极差。但是其实很多时候这是一个悖论，就是很多事情你不可能等到你喜欢它，你再去执行，或者说等到你完全想清楚你再去执行。对，这会等很长时间。最好的方法就是说你想到了，先去做一做试试看。对，你先坚持3个月、半年，然后如果不行，那就再换方向。起码比你在这儿纠结拧巴半年、1年，但是什么都没有输入，可能你1年后想明白了，你去做了，做了发现你又不喜欢它，那你就浪费了1年的思考时间，还不如说我去冲一把，去试一下。对，然后这我想起来之前听红姐的一个播客，她就是说人生没有一次就能选对的，你凭什么觉得你做一次选择你就能选对？这就是要经过反复的尝试跟验证的嘛。所以你选错了那也没什么，至少你去试过，试个这个方向不行，那就再换一个呗，对吧？对，这就没什么。对于我身边的一些创业拿到一些小的成果的朋友来说，很多人也是，他不是说我第一个选的方向就是对的，但他们的优点是发现不对，我立刻撤了。对，但是很多时候我自己之前做创业是我尝试过3个项目，那前2个项目都亏了很多钱，然后第3个项目是拿到结果赚到钱的。那前2个项目其实我发现自己还是试验的比较慢，其实有一个项目别人已经帮我们趟过水了，这个方向不行，然后我自己做了几个月发现也不行，但我还是要坚持去，就是我觉得我试的还是太慢了。就是我是先打磨产品，然后再去投入市场，但其实是应该先投入市场，然后根据市场反馈，你就知道这东西值不值得做了。后来发现你自己在一个悖论上面坚持了2年也挺没必要的。对，所以就是不管好坏，就像那期视频一样，我们也不会做特别完美的准备，把布光然后把什么都准备好，我们就是先拿出来试，先试，想做就做。对，想做先做，有10播放我们就很满意了。10个肯定有，我们俩转朋友圈，我们俩拍就是家里人看看，家里人看看，对，预期要低一点。7大姑8大姨。好，那接下来说一下我们的行程安排吧。首先我们接下来会先去日本待1个月的时间，然后在6月份的话会去山西，我们会一起去陪父母，然后在家那边带他去山西逛一逛，他之前也没有在山西待过。那7、8月份呢，我们会去巴厘岛，在巴厘岛去年我是在那个地方和他在一起的，当然我们是当时那个时间在异国的。异国。对，然后还是觉得想要回那个地方，因为正好也到我们恋爱1周年的时间。1周年，耶！对，然后我们应该是10月份会回到上海，然后接下来就会稳定的去找一个地方去做产出，然后去生活。然后在这段过程中呢，我们也不是说从
5月份到10月份就一直纯玩。这过程中我们也会记录自己想录的视频，是，然后我们的日常的行程安排也不会很满，我们更多的是一个屁人旅行，指定了去哪些城市，但是这个城市具体玩什么，或者很多都是比较随性的，比如说我们去伊豆有10几天时间，那可能这段时间我们在那睡袋满了也不好说，找一个小森林，然后在那边学新东西也蛮好的。然后整体的计划呢，就是我们的体验和探索就从现在开始就正式开始了。对，期待，真的很期待。好，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对，下期视频我们日本见。对，希望屏幕前的小伙伴们也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积极能量传出来。耶！那我们再见，拜拜。5月快乐。好。 This time I want you